如果你不投，我们队就完了。绑架你的刀又多了一把。其实我正儿八经的说，我真的被绑架了。3、2、1，好。首先呢，这就是插高液化的第0期了。第0，为什么不是第1期啊？你是0，因为不是。等一下，我还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一个问卷。这个问题可能最后会打乱顺序放出来。然后第一题是 B， 好。第2题是 A。好坚定哦，1秒都没有犹豫。为什么第2题竟然我以为会是 B？第3题是什么问题啊？好怪啊！就是这里面，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是会偏向其中一种的。OK， 那第3题我选 A， 第4题我选 B。确实。第5题，我选 A， 第6题我选 A， 第7题我选 B， 第8题我选 B， 第9题我选 A。第10题我选 A， 这第10题我肯定选 A 啊。然后到这一题是吧？第11题。A 吧。OK， 好了，明白了。队长觉得这份问题很尖锐吗？还好啊，还好。这是可以全队推广的程度。不是很尖锐啊。好，就只有这道题比较尖锐。你今天想聊的也是关于队伍的内容吗？没有，今天只想针对杨冰怡，不是想针对插队的队长。哎呀，好感动啊！所以你觉得这些问题全部搞完大概要多久？我不知道，如果你聊着聊着突然哭了起来，那应该不会。真的吗？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有印象吗？哎，你看我刚说，不会吧？这就是那个很尖锐的问题吗？不会吧？我觉得你是故意的。没有吧？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那没关系，那是什么？这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不知道的内容是吗？你肯定也知道。我真不知道，水子哥直播哭了最近。真的没有关系，我回去补用。你肯定算了。我觉得你是故意的。我老是觉得你太成熟了。我以前在家的时候是小霸王。如果你平时不怎么回家，然后你过年好不容易回家一次，父母就不会对你有太高的要求。真的吗？我回家第3天就开始被要求早上8点起床，然后每天中午。那你主要是你还没进团，还没那么多年。你每年只有过年的回去才能。对啊，而且我14岁就进团了。一会儿想问一下你上一次情绪崩溃的时候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会儿就我们 B 站的时候到时候大家见吧。好，拜拜啊大家，我们 B 站见。这样就是说，等我录完这个东西，我会再开个电台跟大家聊天的。待会儿见哦。今天这是你妈的说话的拜拜，抱抱，波波，很爱你们哟，知道吧？我爱你们的哟。待会儿见，拜拜。冷酷无情的关掉了，它开始呼噜了，天哪！你是我见过的这个年龄里面成熟的，让我觉得已经超脱了，就是所说的这个孩子真懂事儿。你超脱了这个阶段的，就是你已经进入了一种。你也没比我大多少吧？这个孩子真懂事儿。对啊，但是一般家长如果夸你的话，绝对不会夸说这个孩子真懂事了，他们可能会说这个孩子看不懂。说我在我家真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形象，纯小霸王一个。就是那种很不懂事，很不愿意去为很多事妥协。就比如说，对，你妈把你的东西送人了，你绝对会很生气。我妈不会把我东西送人。那你有个好妈？我就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就是一般来说大家不都要走亲戚什么的嘛，然后我从来不去，不缺压岁钱是吧？杨冰怡，可真炫富来了。因为你是从14岁就进来的嘛，你觉得现在跟当初的自己比，改变最大的地方是哪里？自信。你是变自信还是变不自信？变不自信了。变不自信了。很果断的觉得是变不自信了。Yes。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刚进来那会儿，我觉得自己天选之人。然后当时其实我那会儿一直到我们确定说你是替补，就是站位那个东西出来之前，我一直以为我就算不站 C 的话，应该也是一个护法这个词好专业，反正就是觉得自己应该会挺好的吧。这是你第一次变得不自信？其实
那一会儿站位刚出来那一会儿，我也没觉得我自己有多不好，我只觉得公司眼线。但是真正开始没有自信，我觉得可能是出道之后。出道之后？对啊，就是出道之后你会发现，哎，别的人都有很高的关注度，但是可能你就是寥寥无几的人在关注你、支持你。但你知道那一会儿其实是属于一个什么阶段？就是我每次上公园我都特别害怕，我很害怕，就是我自我介绍完，然后下面会没有扣声。这是你的一个类似于噩梦一样的感觉吗？当时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那会儿我们不是有握手会嘛，然后有个特别特别尴尬的事情，就是握手会没人。你遇到过没人？对，我遇到过没人，然后那个 staff 还一直在叫杨幂莹的粉丝在哪里？杨幂莹的粉丝，他只是尽了他的职责嘛。然后但是当时我就，哎，我天呐，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几岁？14岁啊，就刚出道那一年。起色应该是从16岁开始。确实这么算起来，从我去N队大 E 开始。你进速报？不，速报那是15岁的事情，因为那会儿是真的还小孩子，就是那会儿其实你以为自己很成熟，但其实你还就是个小孩子，然后就有点抗拒，就是因为你一下子太多人关注你了，是正儿八经的头脑一空。你是被肯定了的，对吧？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种被肯定的，但是为什么后来又会变得不自信了？就是在这个阶段当中受到太多辱骂了。出现了，这就是所谓，如果是鲁豫的话，现在就会问什么样的辱骂啊？卡拉狗呢？其实我是大家都知道我是作为替补成员进去的。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确实时代的眼泪了。就一开始没有我，一开始我就很不服。又是一个从替补开始的故事了。就是你知道吗？我就感觉我的人生一直在处于一种那种被不看好，然后我又拼命想要去证明自己，然后也不知道最后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感觉。你的人生一直处在一个要往上的，因为不然就会掉下去这样的恐慌里面，类似于这样的感觉吗？会有吗？会有。其实那会儿还是有点自信啊，因为那会儿还没有真的就是说受到那么多辱骂。我觉得我受到辱骂的开端，是因为我加入了这个小组合，从这个地方往后才开始的。然后因为那会可能是人气稍微起来了一点吧，所以受到关注度高了之后嘛，非议也会变多。所谓雏鸟情节吗？我指的就是大家会对这个组合原班人马。对，这个是会有的。对，然后就加入了嘛，然后可能那会确实我小时候就是不太会打扮，然后那会就受到了挺多非议的，然后就是包括后来因为可能你人气有一些起色之后，你就是上来，就包括后来当队长了，就一系列的那种非议也好，然后压力也好，然后这种都会让你开始怀疑自己。是开始怀疑，而不是开始。你是那种能把这种压力转化为往上的动力的人，还是说它会成为那种害怕的源头组织，让你向上？我不会，我会变成动力，但是它在我心里也会成为一根刺。那就是给你施加的这种荣誉越多，它会刺其实反而会越多，它就会去鞭策着你。很难讲，因为我是觉得我有那么一段时期是完全就是丧失了一些自信，而且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开始对以前你所喜欢的东西完全不感兴趣，会有那么一段阶段。是你在这里有遇到过其他人这个阶段吗？就是有没有想过在这个阶段向其他人寻求帮助？我有想过去寻求帮助，但是很多东西你去说出来就有点凡尔赛。跟你同一个起点，大家都是第一次当少女偶像，所以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然后我又不是属于那种特别会社交，然后就可能会去寻求前辈的帮助，我就不会，然后那会儿就比较喜欢闷着。你现在应该也不是会向别人寻求帮助的性格，就是痛苦的时候宁愿自己藏起来。现在我不痛苦了，也没有，完全不，就是有压力的时候完全不。
就是自己的那个调节能力变强了，对，然后不太会去在意所谓的那种莫名其妙的就来说，哎，你好丑啊，类似于这种话，你也听到是吗？我是一个悲观选手，但是你带领这个队伍时候的那种朝气和网上的感觉是不能让人把这个词联系起来的。和网上的感觉，和网上就一直在网上，一直绿色加油平台。我说网上是什么感觉？就是很难有人会把你跟悲观联系起来。我做什么事儿，我都会去设想一个最坏的打算。这就是你天天恐吓我们都要完了呀！我真的觉得我们都要完了，这是可以不切的，对吧？我怎么知道呢？我是觉得，如果大家继续维持现在的这种安逸的温室的感觉，也不是说感觉吧，就是状态。其实我很喜欢我们队这种状态，就是大家只是纯粹的说，因为开心，因为喜欢，然后而去做，因为喜欢舞台嘛，而去享受舞台。我其实很喜欢这种状态，但是也是会觉得大家可能在除了既定的日常的舞台之外，太安逸了。偶像展现的方式不仅有，就是舞台是偶像展现魅力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可是它受限于我们的公演千篇一律，所以你去表现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其实大部分时候你去表现都是一样的东西，然后所以你在这么大的一个团体当中，其实我会觉得我们团有点像那种大型真人秀。哎，绝对是这样子的。对啊，大型真人秀里面，要么你就是非常的优秀出色，到人家就是实力派选手，人家就一定能关注到你，或者你就是真的差到极点，也会有镜头。如果你是中间的中不溜的，靠自己的能力也能差不多跟得上，但是你又没有很糟糕让老师关注你，你也没有很优秀让老师夸奖你，就没有人会看到你。对，我们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所谓的，也可以用所谓的标签不明确来说吧。可以用所谓标签不明确来说，而且我会觉得我们也不是说不优秀，只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去展现自己的优秀。我有段时间跟别人讲过，说我觉得我们队其实不是没有那个心劲儿，就是大家根本不知道劲该往哪里使。你就算去讨论 MC 要如何变好，但是你也不知道具体做什么能够确定它变好，就是不知道做什么。太老实了，这就是那个《差人说差》里面你的警告。因为其实很可爱，我们队的人每次讲 NC 的时候，就比如说有时候讲 NC 的时候，可能就稍微调皮了那么一下，他就会一直问我说，完了我要被骂了，完了我要被骂了，会不会被骂？完蛋，我等会下去我私信不会被骂了吧？我就说，哎，拉倒吧。你会害怕外面的社会吗？现在我会害怕。是哪种害怕？就是不想出去接触的那种吗？也没有，就是害怕，就是害怕出去之后可能就要遭受社会的毒打。你会选择遵从自我还是顺应版本？如果很极端的话，当然大部分人是在两中找平衡的，但是如果让你很极端的去花，很难说。我就是觉得我可以去顺应版本，但我还是有自己要坚持的底线，因为我其实不觉得顺应版本是一件坏事儿，你懂吗？我觉得现在人有点太极端了，就是有点太非黑即白了，好像就是说啊，你这个就哎，那可以讲的直白点嘛，就是就是好像你一旦跟你的好朋友有一些什么亲密的来往，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举动，包括说去跳一些双人舞台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说，哎呀，卖 CP，但其实我就并不觉得这是坏事，因为我觉得偶像你的本质就是要展现你的魅力，这也是你展示你魅力的一个方式。对，为什么这个答案又跟你一样啊？我当时选这个答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对，
因为我觉得偶像，你有一部分原因说你放一个偶像是因为他本身给了你向上的支持力，他本身的人格魅力。那他如果跟另外一个他的好朋友真实的纯粹的感情，你从这段他们的关系当中，然后也能够更加相信身边真正的友情啊，或者什么美好的物质。那同样这也是从偶像那里感受到的一种力量，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因为偶像本身是需要一定人设的，对啊，那关系只要它不是完全出自于虚假，然后是真实的一种想法和美好的愿景去展现，对，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只需要用炒和卖，然后去形容或者去定义或者去预想，都是有点。而且我会很现实的觉得，一个人他再优秀，他不被看到，他的优秀只是空白的，你能懂吗？一个人的优秀如果不被看到，就是你觉得空谷幽兰的那种优秀。你这个形容词有点太高，有点太深了。人家因为一般会有一种这种说法啊，就是中国很喜欢讲空谷幽兰，就是说一朵花开在幽兰，开在空谷里，没有人知道，它从开放到凋谢，然后都没有人看到过，没有人赞颂过，但是它就是很美。然后中国人会很赞颂这种单独一个在那儿孤零零的美丽。low，我不行，你就要开的特别大，特别漂亮。我就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开的特别大，我特别漂亮，我香味特别香。你是汪曾祺的栀子花。啥玩意儿让你搁这？你到时候去搜，是汪曾祺吧，还梁晓声，我忘了，反正是形容栀子花的，你光可以去搜一下那一段，很有意思，感觉很像你说的。然后，一方面是这个，一方面就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请讲。你觉得，其实会有人说，比如说你感谢粉丝，或者你对粉丝特别好，你会觉得这是媚粉的行为吗？你怎么定义媚粉这两个字？怎么定义媚粉这两个字？我觉得突然反客为主。如果真的有这种需要被诟病的媚粉的话，就是媚本身代表着讨好的意思，对吧？讨好代表着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展现给对方，类似于越剧整容。如果站在这个角度说，我觉得偶像是应该批量性无差别展现自己的好的。如果这也算媚粉的话，这种大批量的像展现自己的优雅和好，就是不是优雅，这是 OK 之处，这算媚粉的话，我觉得媚粉就不是一个坏词。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所谓不能接受的是有针对性和目的性的那种单独去给某一个人制造出一种独特的，甚至可能他你不是要去展现你偶像人格上你本身的那种优秀之处，而是要给他一种错觉，类似于这种针对性特殊对应到一定程度，然后甚至给了他你是有目的性的去交换某样东西的话，叫媚粉，这叫媚粉。对，这种是我觉得错误的，需要被改正，或者说是这个是可以被诟病的媚粉，类似这样的感觉。好，反问，反问什么？你说，你觉得呢？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我身边的人陷入这样的困境，就包括后辈。之前有人来跟我说过，他说不知道怎么去把握这个度，不知道怎么把握跟粉丝互动的度。如果太热情了，可能就怕被大家说是媚粉。不是他会有这种困扰，就比如说我在直播的时候，比如说我粉丝给我送了个礼物，我不太好，我觉得他就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有点，如果我去感谢，会不会显得我不太偶像啊？他觉得谢礼物这个举动有点主播不太偶像。但其实我就会觉得，就跟你感谢投票一样，你只是粉丝对你好，你也回馈这份感谢的心情，我觉得回馈感谢的心情，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对，所以我不觉得这是媚粉。很坦诚的狮子座，还行吧。我觉得只要你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又说到你对所有人都一样，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对，没错，因为人与人之间感情它就是会递增的，而且你的情绪有的时候高，你对别人可能就会不自觉的溢出一点，你的情绪有时候低，然后可能收回来点，你没法把这情绪保持在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主观意识的，你的把握，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并不是出自于就像你说的有目的性的，或者是有什么就是故意去针对某一个人，我觉得就不算媚粉。明白了。但其实你不会觉得现在很多人他会自己把自己困在
其中，不仅是妹粉，包括所谓的营业，所谓的卖 CP，有点像是困在一个虚名里。你会觉得吗？你有这种？我是另外一个苦恼吗？小蜜，你开始了，说说，你开始说你的苦恼比如说我的朋友说，觉得就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可能会有别人说吵或者骂，对我来说无所谓，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真诚的就 OK 了。但是我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声音刺痛到了他，对，然后对我们的关系产生了反应。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存在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办？我很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确实，说实话，我会。你会跟他聊吗？说成年人的世界是筛选而不是改变，你不可能改变他的想法。为什么成年人不能改变？你会被改变吗？什么程度的改变？原则上的东西不会改变。我觉得如果要是说，就是如果说别人给你提的是一个好的建议，就是这种东西啊，如果别人给你提的是好的建议，然后你会因为自己的一些情绪而不为所动的话，你就不够成熟。我现在要给成熟的杨碧提一些建议了。你说，比如说，你觉不觉得有的时候你会太直白、尖锐？你会有吗？你会觉得自己有吗？你是说尖锐吗？直白、尖锐这两个放在一起讲，你会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时候吗？会吧。比如说此时此刻，比如说我第一次跟你聊天的时候，你让我把你头型改掉。对，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类似于，你会觉得直白尖锐吗？说实话，我从最开始就知道你是个急性子。我是说，如果这种事儿，就是我知道我是好意的，对，我只是不希望你跟我当年一样。为什么要提这个？不是，就单举个例子嘛。然后，但是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直白尖锐。就是我不知道，可能确实每个人的那个度不一样。对，但是我觉得以我和你当时的距离和身份，你上来先跟我打招呼，然后再套近乎，然后我们再拉近距离，然后再跟我讲，可能我已经来不及了，就算想改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方式是我和你当时的距离、身份什么都很 OK 的一种说法。但是因为那是你，对，是因为我不怕这个，确实。比如说，别人说你跟你的哪个朋友是在吵或者骂然后骂得非常难听。导致你的朋友对你们的友情甚至也有一些想要故意藏起来的想法，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我会，这要看，这个是很多方面的。如果单纯只是别人说你跟你那个朋友在吵，怎么样，我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去改变。但如果这个声音真的影响到我的朋友，然后我可能会因此去稍微隐藏一下。跟你讲，因为我今天回去过年发现很恐怖的事情，就是如果我想要完全不跟我的家里任何人提到司法、提到偶像的话，我完全无法分享我这一年的任何事情，因为我所有时间全部都花在这件事上了。这很正常，因为你就是所有时间都会完全的投入到这个上面。你就像我现在，如果离开这个团，我甚至都找不到一个可以深入谈心的人。这就是悲观人物情节，这就是悲剧人物。再加上我进团那一会儿，其实很幼稚。那会儿我的交友观念很幼稚，我就是觉得我只需要一个朋友就好了。最好的，什么事都一起做，只要绑定一个去厕所的朋友。对。而且我必须我希望我的朋友也只有我这一个朋友。你现在仍然这样吗？是哪一件事情让你不这样了呢？能播吗？你播，有本事你是你妥协了吗？你觉得这算是？不是我妥协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就是说你所谓的把它分开来，就是隐藏，这个跟那会儿没关系，那会儿是这个是你逐渐的，你开始成熟了，再加上可能名次也提高了，然后你所要去面对的变大了，变多了，你要去应对的东西变多了之后，就自然而然的你会去把他们分开了。其实在团里我们就像一个大型真人秀，太多人盯着了，你知道吗？你过度的去，也不是过度，就是你去展现这些东西，不管好的坏的，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想法，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对，
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性格问题，就是我会正儿八经的，是真的觉得粉丝就是我的朋友。他们经常会说口袋48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避风港，但其实我觉得口袋48对于我来说才是个避风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去逗他们，然后就看他们跟我叭叭叭叭，我就哇好开心啊。你会不会有时候担心自己无趣啊之类的？会啊。那段时间你难道不想在口袋说话，不想讲了？不行啊，你无趣也得说。我还不到你这个境界，可能得再闷个7、8年，我在这里。对，你还得再闷一闷，不够成熟啊，小五。我真的很不想管你叫水子哥，你明明比我小哎。但是你就是这样的呀，就是你既然选择了这个，如果你要是一不开心你就摆烂的话，那就完蛋了。你不开心的时候也会强制自己工作。我今天就不开心。对不起，我们立刻停止录制。我最开始2年也是贴双眼皮，然后后来它就自己变双了。那么早跟我说的呀？那我等2年也行。你又没问我。等2年也行。你又没问我。你早说我等2年了。你没问我。啊，那花老钱呢？拉都拉了，没事啊。公演它是不是靠我们粉丝不是靠偶像能一个人所完成的？缺少了台下的粉丝，缺少了观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这个舞台就是不完整的。但是疫情封闭这个事情本身会对很多人的心态造成那种影响，你完全那段时间没有过，基本上没有哎。哪种影响？你觉得？假如好多人一下子被封闭起来了，然后他们就会很不舒服，或者心态会崩溃啊。我没有。是不是因为你14岁以来一直把自己封闭在这里啊？有可能。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只是换了个地方，而且那会儿不是在家嘛，可安逸了。每天起床的胖了，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妈，就这样太舒服了。那就是你14岁以后最常待在家的时间了。挺可惜，也有点对不起父母。但你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是缺失的，有点14岁往后。不是，我从小到大的父母就是缺失的。哇，杨幂你太坦诚了。这段超出我的预料。这个也是我性格的一部分，就导致我有点缺爱。你缺爱是说你会更加需要爱，更加强调自己想要爱这种事情，更加寻求爱。我觉得你到时候考虑一下吧。做直播啊？因为我觉得直播的话可能流量会更大。确实，但是有些话就不能说了。你那种，你就做一个想做敢做，心有多大地有多大。拉鲁豫是吗？如果我直播的话，这种事情是可以讲的吗？我能讲，你会不会被冲我就不知道了。这不负责啊！就是爱得到的越来越多，但是也并没有让你自信起来。人是贪心的，你的需求也变大。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因为你到一个水平线上，你就会把自己的比较放到那个水平线上。所以我很羡慕那种知足常乐很乐观的人。可是欲望这个东西是驱使你变好的很大一部分动力来源。哎呦，斯莱特林真的很有魅力。我真的好不行，我怎么会这么斯莱特林啊？真的每一句话都散发出一种非常客观的审视自己的灵魂，然后拿刀把它剖开这样的感觉。你说我的灵魂里面有欲望、贪婪、缺爱，这个那个，但是我完全接受这样的我自己。我就是这样子，我心里有刺，有好多刺，但我接受这样的我自己，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我自己开的花蛮香的，而且我觉得我不能只自己香。你还非要大家都看到，这种感觉很难得。但是很多人，他们只是觉得反派帅，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真的是反派。你能接受自己成为反派角色吗？我能。如果你真的成为一个所谓的后辈要打倒的对象，要踩着你才能够往上走的对象，下课上的挑战，我好牛啊！如果真的要找关键词的话，就是像 QQ 那个空间那种页面上，然后一堆关键词堆在一起组成一个人的全部。最大的可能就是偶像，然后剩下都是偶像。那也没有吧。比如说，如果我的话，除了偶像就是CP 啊，算了，就这吧，同人文。这也是你偶像的一部分啊。但如果不做偶像，我还是
你还是会。对，我在偶像之前我就这样了。那好吧，那就偶像宅吧。就是没什么区别，真是。然后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后辈们很好奇，你是如何维持而不的欲望？就是欲望，是欲望。你要不断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还有清醒的脑子。这是自夸了，斯莱特。这话可以讲出来吗？可以讲啊，我一直跟粉丝说，因为其实有的人会用心机这个词去，他们会说心机这是个贬义词，但我不觉得，我觉得这是一个中性词。你的魅力点在于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哎，反正我喜欢说我自己，哎，很有心机。可能就像26连，当时就是会有。你没有考虑过跳完那个你没刘海吗？我没考虑过。而且我当时就是我一开始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并不是出于在我算到了，我说我去做这个事情会成为一件很震撼的事情，我只是单纯喜欢去做的事情。看到我格兰芬多的一面了吗？对不起，还差一点意思。哎呀，但是最开始你现在也会问我为什么我怕你，不是我怕你，就是你觉得就是我们最开始刚进来的时候，后辈为什么都会有点怕你？对。你现在也很好奇吗？我现在也很好奇。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一点点这个因素，因为在很多地方你很年轻的、年少的，然后就达到了某个高度，而且你也不善于去表达。我可没有年少就达到某个高度啊！你比我小，可是我比你进团早了7年。其实说实话，但是你不能够全部把把现在的成就归功于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还是要归功于运气。时也命也。其实到了少女革命之前，我都觉得我要完蛋了。怎么说？因为版本变了，而且我自己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出口。不是一开始我们还是可以随便跳的嘛，就是没有版权困扰。然后那会儿我的歌单完全没有26连这么一回事儿。说实话，那会儿我是想顺应版本，比较称之为拿得出手的舞台。因为之前我会很困扰，这么多年我虽然跳了很多个舞台，但是我没有那种拿出去安利的舞台。任何人拿出去看都会觉得哇，好牛这种舞台。对对对，我自己也是精心策划了很久，然后结果因为版权变动，然后26连也是出自这么一个契机才有的。然后我想说那既然我就干脆去做一些我自己内心也真正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它证明的并不是说那个风格是可以续一波的，而是你真正发自内心去享受舞台的时候，不管你外貌怎么样，不管你就是当时我就是那个样子嘛，你懂吧？你都是发光的。如何找准自己的风格的这个东西，我到现在也没找准自己的风格。我太贪心了。你什么都想成为，你不想把自己定义在某一个瓜或者花上。对，而且我也觉得少女像不应该这样。我也是，完蛋了。斯莱特林。斯莱特林真太贪心了。但是这样子的话，会有人跟我说，不行，你现在应该先用一个最鲜明的标签，让很多人先认识到有你的存在，然后再考虑私小标签。我直到现在也会收到这样的建议。选择就代表风险，你只要自己能承担。就比如说你就想成为一个不被定义多重魅力的人，你做这个选择本身一定是会有风险的。可是你做什么选择都有风险，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与其做一个不是自己想做的选择的去承担风险，还不如做自己然后承担风险。我可没有这么说，我只是我自己选择了这样而已。你作为少女偶像，你在这个台上你就有义务去展现这个歌曲的风格，去契合这个歌曲的风格。那总不能你做花，然后你就垮起一个脸，然后我是这么想的，甚至写我说，如果一个偶像他去了个综艺节目，然后他必须要通过一些不太偶像的举动，比如说摔倒啊，或者说是你能做好的事，或者他本来能跳好的歌，他必须得跳得很糟糕来博取一些综艺效果，他就应该博取综艺效果跳得很糟糕。我当时甚至会那么写。你觉得是这样子的吗？说少女偶像人就不应该被定义，我只能说任何人做任何事，他都要承担风险。你很清醒啊，这方面。我一直都很清醒。
但是我那你就没有想过有糊涂的时候吗？有啊，想糊涂的时候。想糊涂的时候，你就是有些事情你想不那么清醒的去做这个选择，但是你没办法，你想糊涂的去做这个选择，但是人怎么能够想糊涂呢？人只能装糊涂。这是京剧，这是京剧。对啊，人你没办法想糊涂啊，就是想不计后果，想不考虑，无所谓，这件事情哪怕是糟糕的，我就要做的。比如说那天那不叫糊涂，那叫勇往直前。这是你的人生哲学里面对于糊涂这个词在某些情况下的定义了，应该算对吧？你已经知道你做这件事情糟糕，不计后果了。这说明你已经想清楚了。糊涂的人是完全没有考虑，他也不知道你做这件事情之后会发生什么，会有什么后果，他就是现在想发泄，这才叫糊涂。所以你是个不会糊涂的人，你只会勇往直前或者清醒。也不一定，有可能我糊涂，但我没意识到自己糊涂了，有点过于清醒了。那你现在这个发言你是有点过于清醒。糊涂的人一般不会这么意识到自己的那种程度。这节目会不会有点太长了？不会剪，肯定会剪。你好多话没法播呀。关于梦想动摇过吗？3、2、1，我不知道我算不算动摇过。想过退团？想过。什么时候？很多时候。最近一次？刚刚下午。就是不是单单为了你，而是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像是一个缩影。缩影，这个事儿会像个缩影。什么缩影？我们对不被重视的缩影。我们对不被重视的缩影。我偶像人生这7年的缩影。不被重视，一直不被重视，你一直活在这个困境里。可能我觉得我糊涂的时候，就是一直把自己困在这个困境里吧。会觉得吗？因为如果你一旦觉得自己好像，其实我之前也有人跟我说过，我自己有想过，是不是我一直把自己困在这个我好像不太受重视的这个困境里，反而然后人家就会觉得你确实不受重视，那我就不重视你。也会有一部分人会因为这是个不受重视但是很努力到现在这个位置的小孩，想了解一下他是为什么，然后就进来了。不会吗？吧，我不知道，这样要看粉丝啊。现在如果有弹幕的话，杨幂粉丝肯定会，宝贝妈妈来爱你。但是我觉得能够看到现在人已经是真爱了。这话你跟粉丝表达过吗？有些东西？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有没有这么明确的或者直白的说过？对吧？谁也不会来问我这种问题，一个你啊。就经常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呀？最经常有的时候是每年总选前。别人出团在总选后，你在总选前怎么回事？总选前就是很痛苦呀。你会害怕？我不是会害怕，我会觉得很痛苦。让粉丝给我投票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你并不觉得谢票有什么，就是这是一种感谢的心情，但是同时你也觉得让粉丝给投票很痛苦。7年了，不能克服这种痛苦，越来越痛苦了，因为往上爬越来越费力了。不单单是因为这个，其他的原因能说吗？你能说，你不能减。可你还打算在这里待到30岁吗？那还要再跟这样的痛苦斗争很多年？不知道，可能今年不斗争了呢，可能明年不斗争了呢，那可能后年不斗争了呢。也不是不行，但是虽然这样的想法很自私，但是你如果不投，我们就完了。你好，绑架你的刀又多了一把。你的预告就是，如果你不投，我们队就完了。绑架你的刀又多了一把。其实我正儿八经的说，我真的被绑架了，我有被这种念头绑架过。你不投插队就完了。有一段时间，我去年10月、11月的时候，王一柳他们刚出道，然后我在他们出道那一星期，然后情绪崩溃的不得了，然后在房间电台哭，直播哭。我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明明觉得我已经尽力了去证明插队新人不差，但是一出道16期的新人明明什么也没做，还是要被比较的非常糟糕，就是说的非常烂，就是只是因为是插队，还是要再来这么一轮。我说我不明白，那我去年1年努力是在做什么？这半年努力是在做什么？我是不是什么想证明的都没证明成嘛？到头来，然后那会儿有人说吴柏涵现在的样子有点像某一年的杨幂怡，很想把插队扛在肩膀上，结果把自己给压垮了。那会儿我要哭了。那是哪一年？刚成为副队长。可能是18年，可能是19年。那其实距离现在很近啊，也没有那么远。
而且是按理说你其实已经在这待了4、5年，看透很多东西的时候了，应该是。还没那么看透那会儿。其实17年的时候，我莫名其妙当上了插队一姐。一旦有粉丝来我面前开玩笑，他说哎一姐，我就会生气。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说。虽然我知道他们是开玩笑，但是我会觉得很恐慌，就跟我速报一样。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在那种天降大喜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恐慌。对，而且我会有心理负担，就跟你一样。其实我们这样会很痛苦的。你太给自己找一些莫名其妙的责任感和负担了。那会儿我就是觉得，哎呀，我是他队一姐，我得扛起这个队啊，怎么样，怎么样。是这样。包括我当了队长之后也是。然后其实那会儿就是当18年的时候，我喊了个目标，我要当选拔，因为我是插队一姐嘛，所以我得有人得去冲进绿色，得冲进。其实我自己心里很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但是我还是喊这个目标，然后就反正就是跌了嘛。然后18年的时候是怎么样的？18年就是我当时投了小分队，然后其实那会儿我跟我粉丝是说，我说投了小分队之后，我可能就对总选这个事情没有那么有追求。我当时是没有想到那一会儿吧，然后后来18年那一会儿，其实情况也挺，就我们队一直来，就是挺不好的嘛。然后要拆掉了，对，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作为一个副队长，我直接去放弃这个东西，的话就不好。所以那会儿我跟我粉丝说，我很对不起他们，因为你又喊了。我说我要进圈。然后那一年我是第几啊？那年我是第4。你可以想象到，其实我们队真的就是挺困难的。因为那一年我是属于一个，就是我粉丝一整个就是大换血，因为投小分队投太累了，都说走了。反正我那一年我个人觉得离开了很多粉丝。后来有再回来的那种吗？没有，都再也见不到了。因为太累了，饭我很累的。饭你很累的，你现在仍然这么觉得吗？这会成为某种刀吗？对啊，痛苦的刀。架在你脖子上的刀里有包括这一把，就是你觉得饭自己很累。我突然想到我给自己写的词儿，虽然有点小学生了，你可以看一看。就是有一点点，大晚上有一天半夜就是这样的心境。没写完，就写了一点点。但是我肯定要把它写出来。但我觉得就是我那会儿的心境。能 get 吗？虽然很小学生。那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像是2个拿着刀架在对方脖子上的人。我跟你说，你不投我们队就完了。我跟你说，你不投我们队就完了，就完蛋了，就完蛋了。这很离谱哎。好想卸任了。你想，你有过这样的念头？真的有过。我跟你说，那会儿就是被你们赶压啊！那会儿你来了吗？你好像还没来。sorry， 不好意思，错怪你了。什么时候？14期刚出来的时候。14期就是我变成正队长。杨烨那会儿你来了吗？杨烨那会儿，杨烨3月19最后一场公演，我4月3号出道的。那会儿就是，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再当队长了，就是我刚刚要当副队长那会儿，我就算了个塔罗牌，算出来结果特别不好，有张牌是把我架在那个火上烤。架在火上烤？对，反正大概意思就是，当时就算的那个解意是，如果你选择去当这个副队长，你会把自己压垮。那个解意是这个。我知道是。但是人定胜天。我没有相信。但是后来我会觉得，哎，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所以现在就不想再当了。其实最开始那会儿我真是不想再当了，但后来我又觉得挺好的。你不会又把刀把自己给绑架了吧？没有吧，没有。我不知道，人的心情本来就是一阵一阵的，它是各种原因组合在一起的。
很失落的时候会怎么办呢？打开电台哭。真的吗？我说实话，我有点藏不住自己的心情，就是我开心不开心的时候很明显啊，你不觉得吗？觉得。也不是我想表现的，是你藏不住。对，我藏不住，我这个人太挂状态了。他们老是说让我去参加脱口秀，我说不行啊，我这个人只有状态好的时候我才会搞笑。粉丝矛盾如何处理？粉丝矛盾如何处理呢？这是后面想问的问题。粉丝矛盾怎么处理？就是2个粉丝之间如果有了矛盾这种东西，让他们自己打一架。如何熬过一开始不为人知的时间？就熬吧，那就是熬吧。不是熬啊，如果单纯的熬，你就真的熬没了。用行动来换一个希望，是这样的感觉。对，就比如说你啊，嗯，你现在也在熬，但是你来找我录夜谈，就是有行动的熬，你懂吗？我希望能有对推，有对推就有对歌，有对歌就有新公演，差不多这个意思吧。你讲的好长远啊，对推突然感觉自己被 Q 了。来会来，走会走，这是很正常。你无法去强迫人家来，或者没有办法去强迫别人留下。但是你起码你自己要主动去吸引他来，吸引他留下。要做你能做的努力之后再说挺甜蜜的部分。出道的那一刻在想什么？还记得吗？哇，好多人呢。没有别的了。但是还是能有那种很深刻的片段。我们出道的时候，让我们说你想成为一个怎样的偶像。然后可能有的人会说，我想成为一个唱歌很好的偶像，跳舞很好的偶像。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说我想成为一个很特别的偶像。现在觉得你成为了吗？有吧？还不够自信，你会打一个8。因为这个东西也没法具体确定哦。因为少女偶像不能只感动自己啊。哎，这句话，你觉得自己有多特别？可是别人不觉得你特别，那你就不特别。你有时候的，我有时候甚至觉得你的不自信会不会是来源于太清醒了？因为很多人的自信建立在很主观的自恋自己，对自恋。自信就是自恋的另外一种。我也会自恋，但是我的自恋与其说是真的自恋，不如说是我为了说服自己的自恋。那就是无效自恋了。无效自恋，所有人自恋是无效的。如果能回到6年前或者6年前的自己说什么？不要 care 那些打压你的话语，这个是最重要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太有羞耻心。那在偶像这条路上，对你改变最大的事件呢？事件就是有没有一件事让你一下子对偶像的观念，甚至对于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偶像的定义都发生了转变？会有这种事情吗？没有哎，不会对偶像的观念还有定义产生改变。那有其他方面很大的改变，产生很大改变的事情吗？那还是当上队长吧。这一下子导致你的什么变了呢？心态、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各方面都有，责任感也有。但是如果一个人本来就没有责任感，我觉得就算成为队长，这东西也培养不起来啊。他只是加重了你性格当中。但是你知道吗？因为我是个很清醒的人。怎么说？我是斯莱特林，就是我做一件事情，说实话，我会多多少少去考虑这件事情能不能给我带来好处。对，多多少少啊。说这是功利的，但是功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情。我又没有做坏事，我又没有说去对别人不好嘛，我觉得这是坏事。但是当队长之后，可能你就会为了队伍的利益而去做一些事情吧。比如说你的直播得开给全队，明天云公演。对，大概这个角度吧。这件事情会让你觉得违背自己的性格或者什么东西吗？会觉得对我的粉丝很对不起。就是好多把刀也架在你的粉丝脖子上。那没办法，是他们犯了一个做队长的少女偶像的。是这样子。好，最后一个问题，对核未来的不负责任的预测。我觉得短时间内核应该不会倒。短时间内核应该不会倒，因为内娱没有别的少女偶像。你觉得呢？
你看我又开始直白尖锐了。没有这个，你觉得呢？就很有那种鲁豫的感觉。我到底搞不清楚谁是鲁豫了，我现在有点。我是不是有点直白尖锐？没有，这可能是鲁豫和伊丽静的访谈吧。不是说想不想要，也不是说会不会，也不是说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就是没想。我觉得是我们这个环境，我们这个氛围就是这样的，就是不会让大家想，不会让大家去开化的一个氛围吗？不知道，这么多年了，插队未解之谜啊！这么好的队为什么不火？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对河未来的不负责任的预测，你没说完呢。你毕业那年河会怎么样？猜猜？我毕业那年，河会成为国民女团，可以吗？太不负责任了，这样的预测。好，结束啦，拜拜，拜拜。